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，早起上厕所时若有3种异常，可能是体内尿酸高了，要及时控制。第一个，尿液中泡沫多。如果早上起床后发现尿液中有很多泡沫，就可能是尿酸偏高了，因为尿酸高会对肾脏造成损伤，这时要注意控制尿酸。第二个，尿液颜色异常。早上起床排尿时，尿液颜色呢可能会有一点发黄。但如果呢是深黄色，或者是出现其他异常，也可能是尿酸偏高了。第三个，尿液少。那经过一晚上的休息，早起排尿呀，可以将身体内的垃圾和毒素排出去。但如果尿酸偏高，就会影响肾脏健康，使排尿出现异常，出现少尿或者是无尿的情况。如果出现这3种情况，就要好好控制尿酸了。建议大家要多喝水，也可以用菊苣根或者是蒲公英根泡水喝，能促进尿酸排泄，预防痛风发生，并且对肾脏健康。我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女人更年期吃什么。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就会进入更年期，这时体内激素水平逐渐下降，会出现头晕头痛、失眠多梦、烦躁易怒、容易疲倦等症状，对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。如果想要舒服地度过更年期，那就要及时的进行保养，可以呢多吃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莲子。莲子是一种成熟的种子，营养非常丰富，不仅可以入药，还能够食用。莲子具有养心气、补脾气的作用，女性更年期若出现心神不安、烦躁、失眠等情况，就可以吃点莲子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很适合女性朋友吃，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。桑葚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滋阴补肾、养血明目的功效。女性更年期常吃桑葚，对头晕腰酸、烦躁不安、心悸失眠等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那当更年期来临的时候，还要多注意饮食清淡，多注意休息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多做一个动作，直立侧摆腿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双手叉腰，然后抬起左腿向侧面摆动，回到原位，再抬右腿。每天练习5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升骨密度，能有效地缓解更年期带来的身体机能下降问题。多练习还可以增加肌肉力量，预防骨质疏松。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，男人过了50岁后，若还能做到2个动作，说明身体还挺健康的。男人过了50岁后，由于身体机能开始减退，身体健康也会出现问题，影响人长寿。所以男人到了这个年龄就要注意保养身体了。如果还能做到2个动作，说明身体还挺健康的。动作1，胯部下压，自然站立，双手叉腰，将左脚向前迈出1大步，右腿弯曲向下压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右腿保持伸直，保持5秒钟，再换右腿做同样的动作。若能顺利的完成这个动作，说明关节灵活度和身体的柔韧性，还有骨骼的健康还很好。动作2，单腿站立，自然站立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抬起右腿，将右脚放在左腿的大腿内侧，单脚站立1分钟，然后再换左腿。这个动作可以刺激脚部的经络穴位，还能够改善大脑功能。那赶紧自测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做到。说我这个脚脚关节那起个包可疼了。哎呀，那是不是痛风啊？妈，那痛风就是体内尿酸高了呀。都说呀，能吃是福，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食用过多的高嘌呤食物，导致体内尿酸过高。而我们常说的痛风，就是因为尿酸高引起的。所以呢，不想尿酸高，要少碰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动物内脏。我们平时吃的海鲜和动物内脏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嘌呤，经常吃会使体内尿酸升高，还会增加痛风发作的概率。第二种，啤酒。啤酒现在已经成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了，但是尿酸高的人一定要少喝，因为酒中含有的乙醇会使人体内的乳酸增多，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，很容易使尿酸不断的升高。所以尿酸高的人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，
那想降尿酸，可以常做一件事，就是多喝水，每天最少喝2000毫升的水，最好呢是温开水，对促进尿酸的排泄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，比如太极拳、游泳等，对降低尿酸。这不做一天了吗？整的腰酸背疼的，完了，一到晚上吧，浑身难受，睡不好觉。哎，那可咋整啊？哎，不跟你说了，沈哥，我去想想办法。最近呀，很多小伙伴都跟我说，上班一直坐着，弄得腰酸背痛的，而且呢，下班回到家浑身难受，睡不好觉。如果长期这样，身体得不到放松，很容易呢出现腰肌劳损、脊柱变形的情况。所以，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，可以呢在睡前做2个拉伸动作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两脚微微打开一点，然后右脚向左迈一步，两腿交叉，同时腰部往下压，双手放在一起往下伸展。做完再换左脚往右迈一步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左右。动作2：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大约1米宽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弯曲，右手碰右脚脚踝，左手往上伸展，眼睛看向左手的手指尖，保持5秒，再换相反的方向。睡前做3分钟左右即可。这2个拉伸动作每天睡前坚持做，可以放松肌肉和脊椎，缓解疲劳，不仅能缓解腰肌劳损和腰痛，还能够促进深度。那你赶快检查一下肾吧，看看是不是肾出现问题了呀？肾脏的健康呀，对于男人来说呢很重要。那肾脏好的男人一般呀都是充满魅力的。那怎么知道肾脏是不是健康呢？那早上起床后若有2个表现，说明啊肾脏不好了。表现1：晨起后腰酸腰痛。肾脏是位于腰的2侧，如果呀早上起床后出现腰酸腰痛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肾不好了。而且呢，腰痛的情况不止发生在早上，别的时间也会出现。表现2：晨起后浮肿。肾脏是利水排毒过滤的器官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，积聚在身体里，早上起床后就会出现水肿的现象，尤其呢是眼皮和四肢。如果连续好几天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注意了。如果晨起后呀，你没有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说明呢肾脏还算健康。那肾不好的朋友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：站桩。自然站立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前面合抱，大约呢和肚脐一样高，两手臂抱成圆，两腿微微弯曲，膝关节向两边打开，坚持1分钟站起来，放松一下，然后再做5次。每天坚持这个动作有充沛肾源、强筋健骨的功效，对养生护。下班别忘了提醒我去买点香菜啊！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回家做菜吃呀。那玩意儿那么大味儿，咋吃呀？多好吃呀！而且吃香菜对身体还有好处呢。香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因为香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，有的人喜欢吃，那有的人就讨厌吃。香菜含有的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经常吃香菜有2个好处会悄悄的找上你。好处1：保护眼睛。现在的人呢，不是对着电脑，就是整天的盯着手机看，导致眼睛疲惫不堪，出现很多问题。这时不妨适量的吃一点香菜，香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可以调节视网膜感光物质合成，能缓解眼睛疲劳，预防近视，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。好处2：提高免疫力。香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作用，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感染，对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很有帮助。经常吃一点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吃香菜虽然有好处，但是呢也要注意，不能够多吃。还有身体比较虚弱、有风寒感冒的人，最好不要吃香菜，不然呢对身。俺家母子啊。沈哥，你说我这手这长可多小水泡了，而且还可痒了。哎呦，那你别挠啊，越挠越多呀。是吗？那春天到了，天气越来越暖和，但是呢，很多人手上开始长一些透明的小水泡，而且还很痒。水泡破了以后呢，还会出现脱皮、干燥的现象，一般呢都长在手的侧面、手掌或者是脚掌上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其实呀，这些小水泡叫做汗疱疹，是皮肤湿疹的一种表现，一般发生在手脚汗腺比较发达的地方，有一定的季节性，而且呢，这种小水泡很容易反复。那有的人就会问了，会传染吗？其实呀，这种小水泡属于真菌感染，一般呢不具传染性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。那出现小水泡要怎么办呢？首先不要挠它，手脚尽可能的少碰水，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多擦乳霜，还有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预防小水泡的发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，关注看看养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